女孩刚洗完澡，一个陌生人突然闯了进来，甩下300块就要和她强行斗地主。女孩哪见过这种场面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把拽进怀里。楼下的男友看到后急忙向楼上跑去，此时仓姐已经被对方骑在当下。就在两人撕扯时，男友及时赶到，冲上前和对方扭打在一起。女孩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直到男友大声提醒才想起来逃跑。随后男友对着变态的脸疯狂输出，直到对方停止反抗才慌张的离开。逃出公寓后，两人直接来到警局报案，希望将变态男绳之以法。男友害怕对女友造成2次伤害，决定分开审讯。没想到这些警员比刚才的男人更变态。喂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啊？啊？哎，男的带了个妞，说那个妞被人强奸了，重点是那个妞很正甜。老鬼一听瞬间来劲，进入审讯室强行脱掉女孩外套，表示上面沾有血迹对破案很有帮助。女孩不敢反抗，只好乖乖照做，然后强迫她说出那段痛苦的回忆。与此同时，男友也在做笔录。由于场面混乱，并没看清对方的长相，只记得男人手上有个星星纹身。警员一听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原来那名施暴者正是他们的警长杜哥，此时正站在窗外注视着一切。同事得知后急忙上前询问，杜哥扬言他就是个妓女，不必大惊小怪，平时都是300，这次看他有几分姿色，还多给了200小费。结果还没开始就遭到一顿暴打，杜哥越想越来气，不顾阿豪劝阻，直接冲进审讯室，将所有怒气全部释放了出来，继续完成之前未完成的交易。事后还命令同事全去感受一下。几分钟后，老色鬼一脸邪笑地走出房间。其实真正的恶魔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们伪装成正义的天使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事。与此同时，男友无意间从照片上看到那个熟悉的纹身，他意识到不对，想要冲进审讯室救人，不料被2个警员死死拦住，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透过门缝看到此生难忘的一幕，随后被打成重伤，吊在房梁上，亲眼目睹女友被侵犯的全过程。这一刻，男人彻底绝望，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小仓是一名有智力缺陷的女高中生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，每天送她上学，给她买最爱吃的鸡肉包。男孩名叫陈杰，是包子铺的打工仔，逐渐对小仓产生了好感。要不是整天有奶奶陪在身边，估计早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。小仓只是嘴上不说，其实内心比谁都想要。陈杰得到对方的暗示，趁中午送货时偷偷跑到学校，发现小仓正坐在楼顶玩弄着手里的水晶球，仿佛在告诉他今晚在最高的地方一起玩耍。遗憾的是，小杰只猜中了后半段，等到半夜也没见到小仓的身影，直到奶奶出现才终于恍然大悟，骑着自行车向山上一路狂奔，最后终于在山顶找到了他。2个小时后，小杰把小仓送了回来，即使被奶奶误会也无所谓，因为他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奶奶对他的态度也发生转变。你这件衣服啊，多久没洗了？又破又臭，害我补了1个晚上。陈杰高兴不已，仿佛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，意外总是比惊喜更快一步。这天奶奶突然离世，小仓无人照顾，被强行送进福利院，像病人一样遭受非人般的待遇。小帅得知后连夜把他救了出来，然后到游乐场进行表白，在绚丽的灯光下见证2人的爱情。随着旋转木马的转动，小仓脸上终于露出微笑，眼神中充满无限的渴望。为了进一步发展，2人决定回家，结果发现房子已经被警方查封。就在2人不知所措时，对面的花姐向他们伸出援手，表示自己今晚要加班，可以让他们借住一宿。原来花姐是个映照女，一眼看出2人的心思，离开前还特意叮嘱小杰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，正因为这一善举，彻底改变了2人的命运。注意看，女孩正在洗澡，男友在外面偷偷观看。小仓淋浴的声音实在让他坐立不安，于是假装上前询问：“你渴不渴？你饿不饿？”小杰听后立马跑回包子铺制作，不料前脚刚走，一个陌生人敲响了房门。小仓刚洗完澡出来，以为是男友回来，结果发现是一名醉酒大叔，把他当成花姐新找来的小妹，甩下500块就要和他发生关系。不料刚脱掉裤子就遭到一顿暴打，之后就发生电影开始的一幕。为了报复2人，老杜将小杰打成重伤后吊在房顶，还当着他的面对小仓进行轮流侵犯。这一刻，小杰彻底绝望，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就在这时，阿豪发现原来小仓并不是映照女，而是一位失踪的高中生。几人听后立马紧张起来，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可警长却不以为然，认为仓姐是个弱智，即使说自己被警察侵犯，恐怕也没人会相信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解决掉她的男友。于是几人强联手给小杰按上盗窃和袭警的罪名，然后威胁仓姐不准多事，否则你的男友一辈子都别想出来。就这样，小杰被判了6个月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摆脱罪名，殊不知小杰在服刑期间并没有放弃，一直都在为复仇做准备。男孩忍着剧痛将手指磨破，然后咬掉皮肤，直到指纹彻底消失。等到出狱这天，女友已经怀有身孕，小杰悲痛不已，知道肚子里是那群人渣的恶种，但他并没有责怪女友，而强忍着泪水陪她一起回家。到家后，仓姐给他做了丰盛的晚餐，
小杰送给他最爱的水晶球，仿佛之前的美好再次降临。深夜，小杰趴在女友的肚子上，抚摸着本该属于他自己的孩子。这一刻，小杰彻底黑化，正式开启了复仇之路。这天，警员小丁刚回到家，突然被小杰从身后抵住脖子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牢牢锁住。无论他怎么挣扎，都无济于事。几秒钟过后，小丁就彻底没了动静。可想而知，裸脚的威力到底有多强悍。几天后，警方在河里打捞起一个袋子，里面传出阵阵恶臭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打开后，惊恐地发现，里面竟然是一具刚成型的婴儿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一张警员证，而证件上的名字正是他们的同事小丁。几人预感不妙，急忙跑到小丁家。进门后，发现地板上全是粘稠的血液，房间里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顺着血迹发现小丁的妻子早已惨死家中，而且腹中的婴儿已经被人取走。看来白色塑料袋里的尸体就是小丁的孩子。更恐怖的是，警方调查后发现，女人2天前就已经惨死家中，而且是因为失血过多而亡，说明女人被刨开腹部时属于清醒状态，眼睁睁看着肚子里的孩子被人取走，就像当初他们让小杰亲眼目睹他们侵犯自己女友一样。虽然小丁的妻子是无辜的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种复仇方式简直太爽了。既然化身恶魔，就要将邪恶进行到底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接到老鬼的电话，可接通后里面却没人应答。原来几小时前，老鬼刚和年轻漂亮的智障妻子来到新家，突然意识到有人闯了进来，老鬼立马警觉起来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，只能默默接受恶魔的审判。等警方赶到时，老鬼的妻子已经惨死家中，同样被人开膛破肚取走了胎儿，而老鬼则被扔进浴缸里活活烫死。短短几天，2名警员惨遭灭门，警方立即进行全城搜捕。此时小杰正坐在大巴车上，一名警察上车检查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就当汽车准备离开时，阿豪突然赶到。小杰预感不妙，下车后准备偷偷溜走，不料还是被对方发现。你站住！喂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小杰拼命跑，阿豪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可能由于太过紧张，速度怎么也提不上来，没跑多远就被警方成功抓获。镜头一转，小杰被带到审讯室，这正是导致他噩梦开始的地方。阿豪一眼看出他是来复仇的，可警方却查不到任何证据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小杰在服刑期间早就磨掉了指纹。为了让小杰认罪，阿伟开始对他严刑逼供，拿出一根钢钉插入他的耳朵。即使被疼得撕心裂肺，小杰仍然不肯低头。阿豪见状，在桌上撒满图钉，然后抱起小杰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可尽管如此，小杰还是不肯认罪。这下阿豪彻底暴怒，你把尸体藏在哪儿啊？我他妈打烂你眼睛！面对阿豪的威胁，小杰毫不畏惧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操！”与此同时，苍姐从电视上得知小杰被捕后，立马想到拯救男友的办法。她先是烧掉自己和小杰的合照，然后拨通了报警电话，随后拿着一把刀走进浴室，划开肚皮取出腹中的胎儿，最后把刀扔进下水道毁掉证据。原来她这样做就是为了制造相同案件，以此来帮助男友摆脱嫌疑。另一边，小杰被打得奄奄一息。就在这时，警长突然出现，制止阿豪的暴行后，把他叫到门外，表示他们刚刚又接到一起剖腹案，说明小杰并不是凶手。小杰听到几人的谈话，激动不已，没想到女友为了拯救自己，竟然献出自己的生命。随后，警长走进房间，希望他不要追究阿豪暴力执法的责任。面对警长的威胁，小杰只好答应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正义可言。警察不是第一次冤枉我了，我不验伤，不追究，我签名，口供你写。阿豪从小杰身上感受到浓浓的杀气，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于是立马给退休的老杜打去电话，把小杰复仇的事告诉他，提醒他多加小心，也许下一个就是你。与此同时，小杰离开警局后直接跑到医院，伪装成护士把小仓救了出来，然后抢了一辆救护车驾车逃离。不料正好和前来调查的阿豪迎面相撞，阿豪见状赶紧开车追了上去，并通知队友在加油站拦截。阿伟看到后果断连开枪打爆了他的轮胎，导致救护车失控撞上了加油站。小杰下车后和对方扭打在一起，趁其不备将汽油灌进阿伟嘴里，然后捡起地上的手枪扣动了扳机。阿伟瞬间被大火吞噬，当场饮恨西北。就在这时，阿豪开车冲了过来，小杰见状急忙逃跑，然而下一秒，还好汽车没砸中要害，小杰起身后继续逃跑，但阿豪很快追了上来，不停挥舞手中的警棍，很快将小杰打得头破血流，倒在了地上。然而就在阿豪放松警惕时，小杰突然摸到一块铁板。第二天退休的老杜找到了这里，看到救护车里的小仓，断定小杰肯定就在附近，
于是对天连开2枪，让小杰自己现身。可他并不知道小杰已经身受重伤，正处于昏迷状态，迟迟不见小杰的身影。老杜彻底暴怒，对着车上的小仓连开2枪。小杰听到女友的惨叫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终于站了起来。老杜见状，立马举枪射击，但没有一枪打中要害，想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实力，向小杰证明他才是真正的王者。可就当他准备给小杰致命一击时，却发现枪里的子弹已经耗尽。老杜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杰，以为他撑不了多久。我跟你的仇恨就到此为止，如果你死不了，就回来找我。镜头一转，来到5年后，小杰凭借强大的求生欲真的活了下来。从电视上看到曾经的恶魔再次披上正义的伪装，成为一名福利院的院长，不仅向观众掩盖之前的罪行，还把自己说成惩恶扬善的救世主。小杰看到后彻底暴怒，决定彻底铲除这个人渣。随后扒开地板，取出珍藏多年的手枪，来到福利院找到老杜。老杜露出一脸惊慌的表情，没想到小杰真的活了下来。让孩子离开后，他端来一杯咖啡，走到小杰面前，以救世主的身份和他交谈起来，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他的罪行，而且每天都在祈祷。可在小杰眼里，不管他做什么都抵消不了他之前的罪行，唯有地狱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陈杰二话不说，直接向他连开数枪，根本不给他忏悔的机会。孩子们听到枪响，纷纷跑了进来，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可尽管如此，也阻止不了小杰复仇的欲望。走到老杜面前，亲手结束了一切。跟你的仇恨到此为止，以后你不用为我祈祷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，在他复仇的同时，再次激发起新的仇恨。当小杰准备离开时，一个男孩突然从背后偷袭，将铅笔刺入他的脖子。紧接着，所有孩子蜂拥而上，将小杰死死压住。最后一名小孩捡起地上的手枪，果断扣动了扳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小杰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最后的彩蛋，小杰和小仓在天堂相遇，继续诠释他们完美的爱情故事。总体来说，《复仇者之死》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惊悚悬疑片，完美展现了人性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公。整体风格暗黑且压抑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复仇的残忍和无情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爱和正义的力量。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面对强权的无奈，最后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伸张正义。或许这是最好最有效的解决办法。所以当警长问他为什么不控告警方时，小杰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：怎么能告得赢？因此当政治权力不被严格监管的话，终将会酿成更大的人性之恶，最后只会让以暴制暴愈演愈烈。但仇恨就是一把双刃剑，不只可以毁灭仇人，还会伤害自己。所以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，我们或许无法避免复仇的诱惑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爱和正义化解仇恨和冲突，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